听说你找我了？你搞错了，我没找你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没担心你。还是没担心你？那我手机上微信这几条留言谁留的？每一条都是，那个几页都快哭出来了，感觉。要不咱俩现在放一段，你听听自己的声儿。没事。哎，不。你跟我出去一下呗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。好了啦，不生气了啦。人家这样子也不是故意的啦。有大树，你看这树长得多漂亮哈，多大呀！长得真高。这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这儿了。哎呦，我记得小学那会儿啊，没少在这树底下。有话快说，我还有很多作业没改呢。我其实在飞之前，想给你发个微信的。想归想，没做就别说了。我说实话啊，我在出了事故之后，我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全是你，我想摆脱都摆脱不了。我刚才听肖涵讲，你听我这边出事儿，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我觉得咱俩也别互相在这儿嘴硬了，有些话就应该面对面的说出来。说什么啊？我想了啊，你说我为什么呢？我这是为什么就要拒绝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？因为你爱自己更多一些。是我之前太自私了，我这人就是这样，确实很自私。我喜欢自由，我怕麻烦，但这东西就是在肖涵出现之后，所有东西都改变了。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烦，我觉得他就是个大麻烦、大累赘，我老想跑，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儿，我就不想要他。但时间长了之后，突然挺神奇的，我觉得有一个人牵挂着你，干点什么事儿，你到外地去，你心里边牵挂一个人，你有个小负担，挺好的，那种感觉挺幸福的。肖涵占了我生命中的50%的这一部分。我琢磨了一下啊，我琢磨还剩50%，反正你要是不嫌弃啊，你就把另外那50%领走，就送给你了。哎，大叔啊，你真可怜啊！当年没少听某人在这儿表白吧？我还真没表白过，都是别人跟我表白的。哎，你这人，表白就表白，是有什么优越感啊？你接受了？唉，可惜，晚了。我现在又变回肖涵的老师了。学生家长和老师谈恋爱好像有违校规的，要不等肖涵毕了业再说吧？啊？我是不严肃，你等会儿，要不我就严肃点，再表白一次，你再拒绝一次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哪有人拿表白开玩笑的？没得反悔。哎，麻烦让一下。哟，儿子，你咋来了？啊，是不是听说老吴那事儿了？担心他，想过来看看他呀？走吧，上楼坐坐。不是他人呢？他那个一下了飞机，找那谁去了？行，那就没事，我就过来那买点东西，你上去啊。行，跟我上去等等老吴吧。等他干嘛呀？渣男，我等他干嘛？你走，老哥走。看你心口不一的样子，明明挺担心他的，你就……我担心他什么呀？赶紧给我滚蛋，快！来亲一下。
喂，怎么着，大美女？晚上到我们家坐坐呗。你这一个大龄男子邀请我这一个妙龄少女去你家，我应该把它看成什么性质呢？哎，你们当律师的说话都这么不含蓄吗？我没什么图谋，就是呢，有一朋友送了一瓶好酒，晚上一起分享一下呗。有酒啊？那就更不能去了，我加班呐。哎，班什么时候不能上啊？是不是？那个，你是不是怕了呀？怕什么呀？我还希望你胆子能大一些呢。主要是我上一天班，满身都是汗，现在就想下班回家洗澡，躺着看美剧。哎呀，那你就更应该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些事儿俩人也能一起办呢，而且我免费给你提供一个颜值高、厨艺好的男朋友，多好啊！口才这么好，怎么一直单身呢？哎呀，你这说正经的啊，你这个作为正牌女友，是不是都旷工2天了？来吧来吧，我一个人闷着吗？好，这说定了。行吧，你乖乖等我，40分钟之后到。月儿，哟，大英雄回来了，快整杯咖啡压惊。别，咖啡压不住了，你帮我拿2瓶红酒带走，该多少钱多少钱啊？拉倒吧，送你了。这是准备去哪儿节后庆祝去啊？跟老史，好。我这酒啊，就是给史飞送过去的，要不这样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我不行，这还有客人呢。再说，你这低三下四的跟人赔礼道歉，我去多伤你面子。行，我改天再过来喝来。拿把琴吧，实在人家不给你开门，你就在他家楼下唱，连唱3天，看他感动不？我要跟他唱啊，那叫对牛弹琴，走啊！啊。抱歉，刚在里面忙，所以没听见。要理头发吗？你帮我好好打理你打理。约个会，我在家里边看电影，没带你出去吃点大餐、买、购物啥的，不生气哈？这不挺好的吗？这样多舒服啊！我就是没回家换件衣服。哎，你不会觉得我当时不愿意来，是因为你没带我吃、买吧？你一个经济自主女强人，什么阵仗没见过呀？能用这种低俗的手段污你眼吗？哎，你别说，我还就喜欢俗的，我都在这儿等半天了，你怎么不拿钱来砸我呢？你喜欢这个呀？啊，那我最擅长啊。我觉得我们明天去看房吧。瞧瞧你，没问题。你这还是怪我带林小欧看房，你心里有意见？哎，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我呢，就是想知道你带姑娘去看房，是不是想把她们当金丝雀养起来？你要这么想，那我觉得咱们俩还得再考虑考虑。怎么的呢？首先哈，这女人呢确实喜欢听男人说“我养你”啊。但是，一般这种年轻单纯的小姑娘听到这种话，就觉得啊，那我可以在家什么弄弄指甲呀、弄弄头发呀、美容啊、做瑜伽呀。但一般你们这种男人说“我养你”的时候，肯定是想让她在家洗衣做饭、相夫教子，当家庭主妇，给你们传宗接代。你消消气儿啊！你别一棒子打死一传人啊！这可能吧，就是应该是大多数男的都这么想的，但我不一样，我可以用将来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。你看，这个现在你说这电影放到高潮了啊！你看你这么率真，这么美丽，这么好啊！我这不就是中了大奖啊？错，是我这个伯乐相中了你这匹千里马。有人敲门。没，你幻听了。还没好吗？哎呀，真的有人敲门了。谁？
一个坏男人。干嘛呀？电话，哎，这不吴机长吗？哎呀！扫兴。开门，你回去。喂，我听见了，你手机在家里。史飞，我知道你在里边，一定在房间里。喝酒。史飞，小心眼儿。别听他的，他闹。小心眼儿。史飞是小心眼儿，小心眼儿，快开门，差不多行了啊！你说你也晾人半天了。不行，沉住气，知道吗？不折腾他这一回，我心里边迈不过去这坎儿。我，你说你们这俩老男人，怎么生起气来跟几岁小孩似的啊？我就这样。你什么样？你快开门！就不开。那我给你打电话。我知道你对哥们儿心里有气，没关系，咱们俩可以来个决斗。你出来，咱俩就又撕又咬，往死干一架，一决雌雄，怎么样？快去证明你是个男人！我，你怎么着？快去！去！等会儿，没动静了。走了。你去吧。哎，小欧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再不过来啊，我这可要出人命了啊！这么多年，我太，还是这就走了啊？这明吓人大跳啊！我就知道你小子会在里边啊，天天跟我这装。哥们都听见了，手机跟那响着。哎，你说你这人，你说你是不是小心眼？吴机长，哈哈，哎呀，竖什么大拇指啊？你不是说要一决雌雄吗？来啊，来学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叶大律师在这儿，人家是有文化的人，我给你面子，在叶律师面前你没面子多丢人啊！哎呦，真有眼力劲儿哈！长这么大第一回有眼力劲儿，哎，真不知道林小欧以后怎么跟你过。我告诉你啊，实话实说。这次呢，哥们儿确实是理亏，我做的不对，今天特意来给你赔礼道歉。真是活久见哎，你还会给人服软啊？哎，叶律师，你看看，什么样的人啊？哥们儿坦坦荡荡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哪像你呀、小心眼儿，矫情。我就小心眼儿了，就小心眼儿。不是你前一句你还道歉呢，后一句就说我小心眼儿，说我矫情。行，不闹了，小心眼儿。停！要不你俩握手言和一下啊？我。那个吴机长，我们几个好久没聚了，小欧马上就到，你先坐一会儿，咱喝一杯啊，喝一杯。你看叶律师，人家就是有文化，有文化的人说话吧就不一样，素质高。叶律师，给你点个赞。不是你留他干嘛呀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俩人4瓶的量，你带2瓶，咱的我喝什么？我跟叶大律师我们俩喝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不是吴征，你聊一个老就完了，你现在要聊我家叶的，聊我家叶子呀？什么？咬死你！聊谁？叶。怎么着？突然想起来我了，想我了啊？妈最近怎么样？我妈病情算是稳定了，最近吃着药了，我也回家住了。她也比以前好得多了。现在我10点之前回家就行。
行啊，一下变成靠谱小青年了。那是，哎，你就别消停我，你不去新学校了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看的小姐姐啊？去，小姐姐倒是还真有一个。谁啊？你认识？我还认识。小老师。哎，那还算小姐姐？怎么着？你嫌她老啊？难怪我前一阵听她说去新学校。哦，就去你们学校啊？您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！不仅去的我们学校，还是我英语老师，还教我们班。小韩，我真羡慕你。你知道他前一阵给咱同学还发一视频，说让我们好好学习啊，而且还解释呢，说他走步是因为那个我妈，然后让同学们不排挤我。倒是说他这一走，我感觉我学英语的兴趣就没有了。那可不行，不过小尤老师还真重情义，还没忘了咱那帮乌合之众。英语你还是得好好学，你不早晚得出国留学吗？你现在在国内把英语学好，第一过了语言的基础关，更快的融入到人国外的生活；第二，你还能让你妈开心点，那有助于她病情恢复，对吧？别说我妈了，哎，你爸那怎么样啊？哎，说吧。哎，小韩，我刚才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你爸最近怎么样了？你问哪个爸呀？老吴还是那样，天天在天上飞。今儿刚出去开飞机，就碰上鸟击了。哦，就那天基航空那个大新闻，就是你家老吴呀？不过还好，他技术高超，最后化险为夷了。可以的呀。以前我老觉得老吴是个废柴，啥都不会，没想到还藏着那么点小东西。陆大志最近不太好，前几天上网搜了一下他的新开的家具店，倒闭了，现在树倒迷糊散，他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偷偷跑路了吧？陆大志他除了会跑路，还会干嘛呀？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又去上网搜他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还想着他呀？他当初做了什么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妈的事儿，他不是没干出来。你妈公司破产了，他又开了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公司啊，手脚一看就不干净。你联系他没有？他出事儿了，我肯定就给他打电话了呗，给他打2个手机都关机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有事儿没事儿。小韩，你要记住啊，他当初做了多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妈的事儿。反正我跟你说，陆大志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以后再理他，你不光对不起你自己，也对不起你妈。别想他了。走，看电影。干什么呢？还有别人在呢。对呀，就是给别人看的呀。干杯！辣眼睛。有本事你们俩也辣呀！小欧，有点透不过气儿了，要不咱俩就上阳台上去透透气儿去。不去了，我明天还有课呢，得走了。我送你吧。送我？隔那么多球，别吧，我自己叫车。哎呦，现在都21世纪了，你们俩还这么矜持？你们是想等我们两个的孩子都打酱油了才开始着急？哎，你这说话有问题啊！萧寒都16了，站起来比我还高。想要酱油吗？明天我让他送1箱来给你们。林小欧老师说的对，看来我们呢是明修栈道。
他们早就暗度陈仓了。哎，不闹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怎么不走？我不走，我再待一会儿。别太晚了啊。吴机长，行行好啊，帮我把这个啰嗦的女人送走吧。这是我的任务。辛苦喽。拜拜。别开车了啊。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喂？明天我有假，我请你吃个饭。明天有业务研讨会，恐怕不行。那就后天。后天要给学生补课，早就定好的。周末你肯定有时间。肖涵说你们学校没那么多课外活动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今天才周二呢，谁知道周末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周五再说吧。推三阻四，你是不是对我以前对你的怠慢？你想要惩罚我呀？惩罚的对。我才没你那么小心眼呢，日子还长着，你急什么呀？那我觉得你就是想报复我。明天我去学校接你。都说了明天有会了，等着我通知。我等你啊。李老师，啊，我到家了。那个什么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啊。回来啦？怎么不睡觉？喝瓶水。你这一身酒味儿，喝酒去了吧？我妈都没了，咱别让我再没了爸爸。你明天不上学啊？那个，正渴着呢。哟，一脸春风得意，是不是跟我们小欧老师成功了？没大没小的，说什么呢？行啊，够迅速的。跟你商量事儿啊，转学成吗？都让我转学了。不对呀，我在学校呢，那你跟我们小欧老师不亲上加亲吗？我都没避嫌，也不行。我们学校不让学生家长跟老师在一块儿的。长毛了吗？懂得挺多呀。哎呀，反正你现在得顺着点我说话。你等一下，别嫌弃我啊。没事。赶紧睡觉。到家啦，那赶紧洗澡睡了吧，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？不要偷偷想我啊，虽然我正在偷偷想你啦。还没睡呢？还没呢。干嘛呢？看美剧啊。你不是想假装看美剧，其实是想查我的岗吧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的啊。我才没那闲心呢。
这剧我等好久了，终于等到新的一集，明天就带去好好考那些猴子们。这么晚你还想备课的事儿？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难道不是谈恋爱吗？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皮肤养好，衣服穿得漂亮。哎，大半夜的我上哪儿买衣服去啊？姐，你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，现在哪有人去商场买衣服啊？都是在网上买衣服。那我教你啊，你下载一个唯品会 APP，24小时随便逛。不用谢啊，我睡觉去。拜拜。哎，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跟史飞不要进展得太快啊。这剧我等好久了，终于等到新的一集，明天就带去好好考那些猴子们。这么晚你还想备课的事儿？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难道不是谈恋爱吗？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皮肤养好，衣服穿得漂亮。哎，大半夜的我上哪儿买衣服去啊？姐，你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，现在不一定非得去商场买衣服啊，也可以在网上买衣服。那我教你啊，你下载一个唯品会 APP，24小时随便逛。不用谢啊，我睡觉去。拜拜。哎，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跟史飞不要进展得太快啊。我和史飞那都是虚张声势，我们俩现在就只停留在拉拉小手，拥抱。不会吧？你们俩不是急着要让你的孩子打酱油吗？李小欧，你今天在史飞家和吴征眉来眼去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谁都能看出来你们俩有情况，你们俩才是最深藏不露的那一个。哼，晚安。喂，这样就走？哎，不休假了吗？怎么还忙活？趁这2天有时间，捯饬我这微博，咱大小也算个微吧。老不更新的话，掉粉。你可小心点，你这更新的太频繁了也不好，也掉粉。你看你欢快的啊，跟小步舞曲似的。我早上忙啊，你一会儿早饭自己解决。行。要出习惯来了。我要的不是为自己，要的是你的恋爱经费呀。我恋爱你要什么钱啊？讹我这是。你仔细想一下啊，你给我200块钱，我自己找地儿自己待，完了之后呢，给你腾出来恋爱空间，既省钱又省力，何乐而不为？以后少转那词儿。200块钱拿好，弄好自己买吃的去。OK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干嘛？方云回来的话，你看一眼那窗台儿，上面如果有花盆的话，证明我在屋里边。那个，你就在下面多溜达溜达，先别上来。什么时候花盆撤了，你再上来。记住了，花盆在，人在。可以啊，我又学会一招。老战真有经验，拿你的钱替你消灾，就1年啊。大家前面上了几堂课，都累了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这堂课来歇一歇，我给大家播部美剧。哇，行啊，这老师还挺上道，小点声，当老师听不见。Well, then I'm happy to. Tell you what, how about you and I find a healthy balance together? How does 老师 that sound good? 您这是从哪扒的生肉啊？先看吧。哎，
跟你们俩确认一件事啊，咱们老男孩阵线联盟还在不在？在啊，友谊万岁啊！耶！以后不管咱们各自的什么归属，老男孩阵线联盟永远是咱们心灵的港湾。行，今天正好啊，有人给我空运来的澳洲顶级生蚝，我这还有顶级的白葡萄酒冰镇的，咱一会儿好好喝一顿，咱有日子没喝了。不是那个不行，我不行啊，我中午约了叶子吃午餐。我也不行，我这是下午得去学校站岗去，约了林小欧看电影。不是。什么意思？5秒钟没过，咱就土崩瓦解了是吗？咱们不一直这样吗？上一秒歃血为盟，下一秒割袍断义，你不一直这样的呀？还真是这样。哎呦天哪！你们俩行不行啊？我的前半生是你们俩陪着过的，我们后半生怎么你们都不负责不管了是不是？我这这么多年啊，你在门口贴一告示，就招这种美女咖啡助理。以你的颜值，半个小时这门栏准踏破了。我有这么低俗吗？这么多年你们在我这白吃白喝的，这账从来没结过。我跟你们说过没有啊？这就不管我了。哎，不行了，我这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上哪儿去？我烧你，我烧你，我烧你！你别必须烧你，必须烧你！我走了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走就走啊？来不及，来不及。什么人呢？都是。好了，看完了一整集美剧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太好了，接下来有更开心的事情，我们就结合刚刚的剧情来做一下简单的听力测验。我就知道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老师，你拿块生肉来测我们，这连字幕都没有，让我们怎么答？是啊。哎，你以前做的那些听力测验，有哪些是会给你字幕的？总之呢，我准备了10个题目，你们谁只要答对6题以上，我这学期的听力测验就给他打合格。哎，雷老师，是这样，我刚刚没怎么注意听，美国人说话又快，我好多句子没听懂，能不能再看一遍啊？对，太费力了。一般来说，听力测验是不会放第2次的，但这是我第1次以这样的形式给大家上课，就放第2遍喽。谁写完了，提早交卷就可以下课了。竖起耳朵啊！ Tell you what, how about you and I find a healthy balance together? How does that sound? Does that sound good? All right. 没什么招待，尝尝我一个学生自己进山种的茶。哦，谢谢。我来就是看看，让小欧在您这锻炼锻炼，也挺好。面试的时候我还没在意，不知道是您女儿，我还问呢，我说怎么就不在沃顿干了？这孩子的业务能力没得说，就是有点死心眼儿。他应该出来多历练一下。林老师对学生有亲和力，教学思想独特新颖。你看，才来了1周，已经很进入状态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关注他的。他如果在这儿还能适应的话，那就让他踏踏实实的干。我今天来啊，不是作为他的老领导，而是作为他的父亲，来向您拜托，您一定要对他严格要求，不要搞特殊化。没问题，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老师一样，一视同仁。林老师一看就知道你对女儿是教育有方啊。嚯，二怪兽小小肖呢？你应该不是来接我的吧？你们老师什么时候出来？早着呢，你慢慢等吧。今天后2节课是英语课，我们做了听力测试。我是提前交卷出来的，所以出来早了一点。里边还有一堆学生在里面面壁呢。英语听力测试你行吗？还提前交卷，没答上来吧？空白卷吧？你就别担心我英语了，过关了。这就是差距啊！等女朋友的时候呢，再练练。我走了啊。小欧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
张老师再见。再见，辛苦啦。帅大叔好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跟你说我有事吗？我也说过了，我多晚我都等。你是要聊公事还是私事啊？公事，萧寒最近表现挺不错的，没什么好聊的。那是私事呢。我还记得昨天晚上你欠我一个。私事就别在这里聊了啊！我很忙，你回家等通知吧。哎，不，我可以等，多晚都可以等，但是这2辆电影票等不了。这还有半个小时就开演了，我在外面站了1小时岗了。谁跟你说我要跟你去看电影了？你这是先斩后奏。我先斩后奏是不对，但是咱俩去看场电影，往小了说是看电影，往大了说是支持国产电影事业。什么电影啊？被你说的很有使命感的样子。不是，平时我太忙没时间陪你，这不刚刚出了这部电影，悬疑惊悚的，特别烧脑。那种片对我没有杀伤力，你不就是想让我看了以后害怕，往你怀里钻吗？被你识破了。你好。爸，你怎么会来？啊，我找你们袁校长说点事儿啊。哦，是吗？你妈打你电话好几趟，让你回家，你都不回去。我过来看看你啊。走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跟我回去一起吃饭。啊。哎，不行，我晚点还有正事要办呢。哎，你不是那个萧寒的爸爸吗？怎么样，孩子最近还好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孩子有问题吗？袁老师，欧校长，萧寒最近都挺好的。我今天来是其实想……哦，我约了萧寒爸爸，想聊聊孩子转学后的学习状况。哦。那爸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校长再见。林老师，他那上次做那道题啊，我帮他检查了一下，我用计算机算的，其实32乘以32，你觉得他用4方？铃！哎，你怎么骑这个啦？今天呢天好，咱们就骑自行车，而且现在是晚高峰时间，骑这个快不堵车。咱们天天开车呀不环保，骑这个环保，而且你坐在后面，还能感受一下咱们当年的青葱岁月，多好！就你还青葱啊？我看都长出葱华来了。来，坐稳了啊，请上车。好久没坐了。好，1、2、3，走。够就够，坐稳了啊。要不我去跟你爸解释一下。不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欧校长，怎么这么巧啊，在这儿遇见您呢？这就是你干的正经事儿啊！你平时跟学生家长就是这样交流的。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到育才中学来了。我真是高看你。爸，你不了解情况，你不要这样乱说了。我怎么不了解？我还跟你们园长下属说呢。
让你到育才中学来锻炼锻炼也好。可没想到，你根本不是为了工作，也不是为了证实你自己，你是为了接近小韩的爸爸。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我承认，是吴真他建议我到这所学校应聘的，可他也只提供了一条信息而已啊。我留在这个学校是为了我未来的事业着想，不是为了他。但我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。我当然不相信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家长，一个是老师，哼，简直是胡闹！刚刚失恋，你怎么可以去找一个这么大儿子的父亲？你感情上不靠谱，才会带来事业上出问题，知道吗？爸，你太武断了。从毕业到现在，我一直都被你保护着。我表现的好与不好，从来都不是我真实能力的体现。我想出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您能不能别再牵着我？放手吧。我知道，小欧啊，在沃顿，爸爸没有给过你任何庇护，所以你想离开，你要出来闯闯。好啊，我放手啊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可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为爱昏了头。你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你知道吗？爸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因为我在前一段感情中受了挫折。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没有被爱冲昏头。我知道我想选择什么样的人，我要什么样的感情，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。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了。你爸生气了吗？哎，没有，他人就长那样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哎，都已经开场10多分钟了，要不算了。啊？那要不这样，精神食粮咱补充不了，咱补充粮食去，请吃好吃的去。走。好吧。常来啊。谢谢老板。哎呦，我自己来拍看。哎，好好好，啊，慢走啊。别喝了一锅。干嘛呢？赶紧招呼招呼。哎，拍着干嘛？听话，快点啊！快点，你怎么回事？来客人。知道。哎，来啦。来了。点什么？咱这儿有什么新鲜蔬菜，随便做几个就可以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都行，少油少盐就行。他少油少盐。这位美女，请问你最近是不是有在健身，或是做什么运动？哦，我平常就有健身的习惯啊，1周2到3次有氧，偶尔游泳，最近还在练拳击。哇，美女就是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想保持好的身材，光靠运动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合理的搭配饮食。比如说，这是眼下最火爆的减肥神器，不仅可以有效的控制脂肪，还能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。要不要试一下？没关系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就这仨菜是吧？哎，那个我听这个减肥神器挺有意思的，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好呀，我们这个神器呢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系统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减肥茶，每天早晚各1瓶，能够补充人体的维生素。稍等啊。这个是我们的减肥粉，每天1日3餐饭后服用，能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，而且既安全又有效。那个，要不那减肥汁儿吧？这多少钱一瓶？我来1瓶。我们这都是搭配买的，不单卖。行，一会儿多少钱？来1套。你就要1套啊？先来1套尝尝吧，试试效果。
原价250，今天特价180。可以。你不用花钱，我不需要这个啊。蔬菜汁儿，喝着没问题，当饮料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，蕾蕾？我跟你说了没有，不能在这儿推销这些啊！人家要买，我给人家介绍一下。我跟你说没有，不能在这儿推销这些东西。你，老爷子，这个是我自己想买的，我现在减肥呢。真的，要是他不想买的话，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我也不买。真的，这是我好东西，这是。咱今天不说这个，这我买了。咱今天有什么新鲜蔬菜？您给我随便做几个小菜来，我今天带朋友来的。有新鲜蔬菜有，你这是。您好。哟，姑娘真清秀啊！这位是啊，我女朋友。你女朋友啊？哎呀，你这眼力真好，小吴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真应该找个好女朋友，安稳的生活了。姑娘这么清秀，我知道给你们做什么菜了，我给你们做几样清淡的菜，怎么样？麻烦您了。谢谢。这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这真不想要了，您忙去吧。一会儿我把钱给你。嘿，蕾蕾，你赶紧把小吴那钱退给人家。我为什么要退吧？这是我的劳动所得，不是我逼他买的，是他自己要买。再说了，卖出去货哪有退的呀？做生意最忌讳这个了。你妈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在店里你不能推销你这些减肥品，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呀？你是不是不打算在家里住了啊？爸，您怎么跟我妈一样？我做生意也不容易，您就不能支持我一下？我不能支持你，这是我的店，我做人有我的准则。闺女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这钱给人家退回去，啊？不退。你不退呀？你不退，我把我自己炒了，你信不信？这对父女也真特别，老爸这么谦和有礼，女儿却这样。这好啦，慈母多败儿，慈父多败女。老话。我听史飞说，这是你的深夜食堂，你跟老爷子一家人挺熟的。比你想象的还要再亲密一点。那你对那姑娘那么有耐心，不光只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吧？哼，我怎么听出来一股醋味儿啊？来，先喝点水，把这醋稀释一下。我没嫉妒他，他这种款肯定不是你爱的。对了，你这看出来就行呗。而且能看上我的人啊，那品味不是一般的高。行啊你。这样吧，把刚才卖你的产品给你退了。哎，别，不用退啊，这我答应送人了。卖出来东西怎么好要回去呢？是不是？钱拿着。那麻烦你跟我爸说一声，是你自己不想退，不是我不给你退。OK？ 满意。你对那女孩这么有耐心，如果你真的对她没想法，那就肯定你有把柄落在她手上。这里边的关系我慢慢再跟你说啊。赶紧吃饭，菜凉了不好。来，先吃东西。看老爷专门给你做的，全是清淡的。怎么有种深入虎穴的感觉啊？什么话非得来家里说？你说你这人，来过那么多次了，以前都生龙活虎的，怎么一谈恋爱变成小绵羊了呢？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？我要是母老虎，你会搭理我吗？哎，你坐，带你见个人。
照片是我妈，我让她见见你。妈，这是林小欧，我带她见见你。你看，小欧漂亮吧？嬷嬷好。你妈真漂亮。哎，那你爸呢？我爸就是楼下老街小馆那老爷子，据说就是我生父。我3岁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娘俩抛弃了，30多年没见面了。最近突然冒出来了，就在我们家旁边开了老街小馆。我不知道认还不认。那老爷子就是你爸？他还在你家附近开了间小饭馆，这不是真实版潜伏吗？那刚才卖你产品的那位妹妹，同父异母的。你的人生还能够再戏剧化一点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也是最近。那你们怎么不相认呢？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父亲的这个概念，我从来也没想过去找他，我也不知道有父亲什么样。当然了，我也没想过给别人当父亲什么样。肖寒刚到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父亲。后来跟肖寒这小子相处时间长了，才找着一点点做父亲的感觉。那既然你已经找到一点感觉了，也知道老爷子的身份了，怎么不跟他相认啊？我觉得还远远观望的可能好一点吧。那么多年了，与其说父子成仇，那还不如这么当个朋友吧。想看的时候呢，就互相远远的去看一眼。我觉得这也是那老爷子选择的相处模式吧。我觉得你妈能把你培养成这样，她肯定是会很通情达理的人。你是想说慈母多败儿吧？其实我妈对我教育方式呢，确实平常有点松，因为我妈特别忙，我基本都是放养。但我要真犯错误的话，她对我特别严厉。再严厉，也没有我爸严厉。从小就活在阴影下。欧老师的女儿不能考第2，校长千金必须优秀。我爸也老以别人家孩子的标准来要求我，所以我从小就立定志向，一定要当老师，而且是当跟他不同的老师。那你应该感谢你爸才对，其实就是你爸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你才没走歪路，而且离你自己的志向越来越近了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真的对不起啊，让你跟你爸之间闹得不愉快了。今天，哎，没事，他那人就这样，生2、3天气就没事了。你看肖寒来了之后，我不是当了一段时间的爸吗？我真是感觉为人父母挺不容易的。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多理解你爸，不能老对他那样。我也不是不理解他，只是我就希望能让2个我最在乎的男人互相接受彼此嘛。你那么多优点，我一定要让他看到。 2个你最在乎的男人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，让你爸接受我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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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你干嘛去？我现在出现在这儿，不太合适吧？不合适，那你回来干嘛？当不当正不正的，早不回晚不回，什么意思？说。你是不是要跟我发火？对，什么意思？行。话不是你放了吗？
流程你走了吗？暗号你对了吗？你是不是说到动情了，把咱们的之前说的话全忘了？你好意思发火吗？好意思吗？我流程我忘了，行不行？你们两个够了，打什么哑谜啊？我走了。哎，后妈老师再见。我在学校不会这么说的，我保证。明天上学别迟到啊。嗯。慢点走啊。你说那叫什么话呀？人家脸都红了。行啊，发着火还能关注一下，啊？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。唉，在干嘛呢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新买的。哇，买了这么多，你又接大单了？可怜你的客户们，都像待宰的小绵羊一样。唯品会，这些都是可以分期付款的，钱呢可以慢慢挣，但是美貌是不能等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这几天小肚囊有没有瘦下去一点？撩起来看看。讨厌，和老吴在一起都学坏了。嗯，哎，你和老吴进展到哪一步了？反正还没有到要担心小肚腩的地步。我看，不错嘛，这几天跳操很见效啊，是吧？都练出腹肌了，硬啊。嗯。哎，除了运动之外，饮食也要注意。嗯，试这个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啊，这是萃取自天然蔬果的，听说有很多种维生素，可以帮助你减脂增肌，有益无害。有益无害。嗯，这连批号都没有啊。这是35产品。不会吧？听说这是很多艺人的减肥神器，应该没事啊，成分都是食品啊。我说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！这个35产品，越吃越胖，越吃越肥，越吃身体越不好。谁送你的？吴峥的妹妹。吴峥怎么有个妹妹啊？王老师啊，你带高一班也快1年了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，那个萧寒的爸爸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在我们学校挺出名的。哦，萧寒这个孩子底子是很好的，在他妈妈没有出事之前，他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后来他去找他那个当机长的生父，学习就一落千丈了，迟到、早退、上课走神不交作业。我感觉他这个生父就是他退步的这个根源。看样子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是很大。啊，给你转过去了啊，你收下。什么？欠你那钱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接收。你要是忘了，给我退回来，那哥们儿不认账了啊！欠点还我。还你什么呀？我们家挂着呢，都裱起来了。真狠。哎，你跟林晓最近怎么样啊？那天你不都看见了吗？就那样，一个老爷们儿那么八卦。我不是八卦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感激你，谢谢你横刀夺爱，要不然我能认识叶子吗？我们俩现在有点那种相见恨晚。你知道我们平时去哪儿约会吗？还能哪儿？不就是男女该去的地儿吗？想歪了啊！我们现在都去家具市场看家具、装修材料什么的。我就没想到，你说一个这么精明大律师，你看这么家居拿设计方案什么的，你说哎，看你那样，一看就是谈恋爱，满脸上就俩字儿幸福。你看哥们儿，深藏不露，脸上绝对看不出任何变化来。你高你们俩顺利，我就欣慰。哎，那个
小费还骚扰你们？啊？哎，他有日子没跟我联系了。小飞，我就知道这个冰盒是你的。乘务长，您没走呢？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，鬼鬼祟祟的。说吧，这里面到底放的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帮朋友带的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必须得低温冷藏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下冰箱。这冰箱现在成了你们私放物品的小仓库了。平时你们放一些冰淇淋啊、蛋糕啊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。现在你变本加厉了是吧？不是的，乘务长，这个是我帮朋友带的，是救人一命的，您网开一面好不好？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，下不为例。老板，哎，来了。钱先生，你去啊？我来。哎，一共多少钱35。35啊。哎，谢谢。好嘞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啊，慢走啊。老板，哎，你们家这茄子的味道很特别，是有什么特殊秘方吗？没有，就是普通的家常茄子做法。您爱吃啊？那你以后常来给我们这小店捧捧场。来，你去歇会儿。喂，我来洗。啊，文丽呀。哎呦，不急，我现在啊在这个楼底下的小馆吃饭呢，一会儿啊我就上楼去给他们父子俩留张字条，就到你们家楼下等你啊。好的，你不是有我家钥匙吗？直接去我家等吧。哎，文丽呀，你给我买药，给你工作上没有带来什么麻烦吧？你放心吧，没有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心里啊，真是过意不去。你说这事儿还不能让吴征知道，真是委屈你了啊！文英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能帮到你，我很乐意的。那行吧，那一会儿楼底下见啊。哎，老板，结账。我来，你多少钱啊？30。给，不找了。哎呦，谢谢啊！什么路数啊，这是？啊？看着不像常下馆子的，跟你问东问西的，扒了啊你？怎么了？老相好吧？谁呀？我？胡说什么你？我离开这儿30多年了，这儿没几个人认识我。那也可奇怪，跟那间谍片接头的似的。你有病吧？你要不信哪回他来，你问问他。真是。雷雷呢？这半天怎么没见着他呀？楼上玩减肥茶呢。你这个骗子，我跟你说，那会儿他小的时候跟我说，孩子大了贴心小棉袄。轻松了就，这会儿越大越是块心病。你们娘俩，哼，不回来吧老念叨，这回来了吧看什么什么不顺眼。你们这哪是娘俩呀？你们这是斗气儿的冤家。小吴老师，今天去不去我家？你要去我家的话，我就回避一下。这是学校，你注意点影响。哎，
那我换种说法，今儿老吴挺闲的，你要不要跟他亲切友好的交流一下我的未来学习状况？没空，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家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妈，怎么啦？我说啊，你这2天可以回来吃个饭了吧？鸿门宴吧，不去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孩子，你跟你爸爸生气，你不能不见我吧？这明天就是周末了。你上个星期说工作忙不能回来，可是这个周末你应该露面了吧？我爸什么时候改掉他的蛮横作风，我再考虑回家的事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孩子，简直就跟你爸一个脾气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爸爸今天早上还跟我说最近几天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炸藕盒啊？你听见没有？谁最爱吃这个了？还不是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说明你爸爸已经让步了。你赶快回来吧，见好就收。行吧，只是吃饭而已啊。他要再给我上课，我立马就走人。鸿门宴吧，不去。我说你这孩子，你跟你爸爸生气，你不能不见我吧？这明天就是周末了。你上个星期说工作忙不能回来，可是这个周末你应该露面了吧？我爸什么时候改掉他的蛮横作风，我再考虑回家的事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孩子，简直就跟你爸一个脾气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爸爸今天早上还跟我说最近几天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炸藕盒啊？你听见没有？谁最爱吃这个了？还不是你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说明你爸爸已经让步了。你赶快回来吧，见好就收。行吧，只是吃饭而已啊。他要再给我上课，我立马就走人。那就这样啊。好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孩子都不敢回来了。你说说，这机长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既威武又帅气，而且啊，还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职业。你看看你，如临大敌似的。不要被漂亮的制服所迷惑了。那个人都40了。哎呀，年龄呢是有点大，可是啊，这年龄大了有年龄大的好处，成熟。只要咱们家女儿喜欢，不就行了吗？他还有个孩子。他有孩子，而且还是小欧班上的学生。这么大了。你宝贝女儿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学生，才放着好好工作不做，去了育才中学。我调查过了，这个机长的为人也不靠谱。我听说前段时间还被公司停飞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回来了。出去了。自个儿洗衣服？还真不是，我回来的时候这都已经洗好了，我就帮忙晾一下。文姨给咱留了个纸条在桌子上，你自己看去。文艺有急事要走2天，这2天让咱俩自己弄点吃的。咱家什么都没有啊。老地方呗。你不让我去老街小馆了吗？人不能饿着吧？你不去我去了啊。哎，行，等会儿我换个鞋。 3、2、1，关门。面来了。这位哥哥，上次你女朋友那产品试了吗？效果怎么样？应该还好吧，还没问呢。肯定不错。哎，那什么，我听说你是机长啊？啊。那你们那儿那空姐一个个看着都挺苗条的，是不是对保持身材有要求啊？这么着，我这儿还有一些产品，你呢帮我拿到你那儿，帮我推销推销，我给你一成本价，剩下挣多少都给你。
那你不赔了吗？哎呀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爸我妈催我钱催得紧，少挣点少挣点呗，在我手里抢。那空姐她们跟我不在一部门，平时很难遇上，而且平时直飞的时候，谁跟我一班飞机都很难讲。你骗谁呀？谁不知道一个飞机上机长最大呀？你推销东西，他们敢不给你面子？哼，我才不信呢！我说这就更不能卖了，妹妹，这变成强买强卖也不好嘛。哎，你就帮我个忙不行吗？你干什么呢，蕾蕾？你是不是你又推销你那个减肥的东西呢？啊，没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小郭。哎，你赶紧去后厨把那汤啊给3号客人端去啊。哎呀，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孩子啊，你爱吃这鸡蛋炒西红柿，我给你炒了一盘。谢谢。哎呦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这腿累的也是。哎呦，也是这么大年纪了，是忙里忙外的，没个得力帮手真不行。嗨，我这闺女，还别说帮手了，只要这每天啊，不给我添点堵，不给我惹点麻烦，我就知足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您就这么一个闺女啊？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所以才惯成这样。哎呀，我这真没法说的，我也是自作自受。哎呦，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老李，再做一份吧，洒了。哎，你们俩就知道心疼这汤，你也不问我烫伤没啊？您能烫伤啊？我让您擦个桌子，你还嗷嗷乱叫呢，你多重要啊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饭店早晚让他给弄黄了。行了，黄了就黄了，这行我还不想干了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他还有理了。我这爷爷太可怜了，我这姑姑太不靠谱了。老吴，赶紧多挣挣钱，帮帮爷爷，给他雇俩靠谱的人。你其实内心里挺想亲近爷爷的吧？就是因为奶奶的事儿，所以你才一直心里过不去，原谅不了他吧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跟我不一样，我一开始不知道你存在，他心里明明清楚，这是最不可原谅的。那你就尽快跟他挑明了不得了吗？挑明了之后有什么话才能好说呀？这事你别管了啊！你再管的话，以后咱别在这儿吃了，去咖啡馆吃去行吗？我凭什么要去咖啡馆啊？又是意大利面，又是三明治的，还没有老爷爷给夹菜。老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回家吃饭吗？为什么呀？你煮的这些美食，我得多上好几次健身房呢。哼，你要不想那样啊，你就天天的要回家。我最近在研究一种慢碳水，这个呀对减肥消脂很有效果的。哎，算了吧，我好不容易才离开雾洞，逃离老爸的魔爪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爸爸呀，多少年都没有炸藕盒了，今天啊是为了你亲自下厨房。哎，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马上啊！好吧，我待会就尽量忍着点。来，哦，尝尝。哇，行了，老爸，味道好香啊！看起来就厉害。这个我来，赶快给女儿。先尝一口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来，快。谢谢，真棒。怎么样？可以去卖了。好吃你就常回来，只要我有时间，一定给你做走啊。来，
来，你自己也吃一个啊。好，好吃。小欧啊，爸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啊。你说你跟叶欣以前的事儿，我不予置评啊。谈恋爱可以，但是你和吴征，我看最好是等萧寒毕了业再说。啊，谁都有过去，可是人到了40，突然冒出这么大一个儿子来，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和态度，对吧？你不了解人家的私生活，别那么轻易下结论。我怎么不了解？一个对己对人都负责任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人生那么失控？连自己的人生都把控不好，又怎么对你负责？爸，你这就太过分了。之前你跟踪我们，我当你是爱女心切，但你现在在背后调查人家，这也太阴暗了吧？幸亏我调查了他，不然就是我对你失职。他根本就不适合你，你只是被表象所迷惑，在他身上浪费青春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他适不适合我，您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，觉得他离过婚有个孩子就是配不上你女儿。您这不是守旧是什么？依我看，您就是古板守旧，就自以为是。好，那我退一步，好吧？别生气。我给你2年时间，2年以后，等萧寒毕了业，如果你们俩还是看着互相那么顺眼，那我就赞成，不再阻挠。凭什么要我等2年？我连2天都等不了。哎，喂，喂，你在哪儿？我想你了。想我？好啊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哦，不用，你在家对吧？我去找你。你们老师要来了，你不帮忙收拾一下？他是来找你的，又不是来找我的，我收拾啥呀？不仗义啊！他又不是没看过咱家更乱的样。再说了，还给你俩弄了一个新的娱乐项目，你俩一块儿收拾屋子，多温馨。你过来。你不帮忙可以，但别添乱。你跟那周周一会儿打完篮球之后啊，你俩吃点东西去，别回来太早，知道吗？精神食粮。哎，你别忘了摆花盆啊！我摆不摆你也有点眼力劲儿，别跟上次似的，踩着点儿往回跑。去吧。祝你成功。小欧，小欧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爸爸呢？你看把他气的，他今天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的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我也想忍啊，可是他这么的不讲道理，我忍不住。哎呀，他也是为了你好。这样吧，妈妈呢，再给你做渗透工作，等他消了气儿，你再回来跟他好好谈谈，好不好？妈，多少伤害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名号。老爸那么固执，你做什么都没用的。哎呀，你对你那些熊孩子都那么有耐心，你怎么就这么对你爸爸呢？哎，老爸在学校也挺好，对人都挺客气的。怎么着回到家里，特别是对我，就成了暴菊。你不要看他在学校里不苟言笑的，这个所有的父亲都是真的爱自己的女儿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行了，妈，我先走了，你劝爸多吃一点吧，再替我好好开启开启他。来，张嘴，小心烫啊！甜不甜啊？哎呀，来。哎呀，最近啊，看这气色挺不错的，看来那个特效药还挺管用哈。你又麻烦小吴了吧？哪好意思麻烦人家？
不过这药跟他还是有点关系。这药这么管用，很贵吧？哎呦，别管钱的事儿，啊，你呀就管好好的配合治疗，啊。这怪我这身体不争气，实在太难为你了。行啊，老夫老妻的，还说这些干嘛呀？啊！哎呀，我现在身体啊还能干，还挺好的。现在城里啊活儿也多，你呀就好好治病，我给咱好好挣钱啊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行了，小心手，别。我把家里这么好的饭菜都推了，特意来找你，结果你家竟然连零食都没有。谈恋爱不是都不会饿吗？你看我，一看见你就什么都吃不下，饱了。本姑娘食量比较大，想吃饭还不容易啊。等着。你也太敷衍我了吧！这你就小瞧了，这泡面啊，是我们老吴家的独门秘籍吴氏泡面，保证你吃完之后还想吃。哦，还有模有样的嘛！看来以前泡妞没少用这招啊，都能编一本方便面食谱了吧？这种大杀招，我平时根本就不用的，全世界就仨人吃过，你、萧寒，还有我自己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你可能对我们这职业吧有误会。虽然我是机长，又帅又高大，天天在天上飞，见各种不同的人，但其实对待感情呢，还是很踏实的。解释就是掩饰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？虽然你每天身边都围绕着一群漂亮的空姐，你要真动心了，还真轮不到我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介意。李姐万岁！我决定了啊，以后不管起飞还是落地，都先跟你这报个备。以后我就算是在异地过夜啊，你也别胡思乱想。大哥，我也很忙的，好吧？哪有时间时时刻刻盯着你啊？信任是感情的绝对基础，要是真做不到，那还不如单着呢。老天爷啊，想我吴正何德何能？一个貌美心善的女孩已经十分难得了，她还那么善解人意，真是天下好事全让我赶上了。行行行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你。是啊，够呛。哎，这学校这环境是真好，虽然比不上咱们以前那老学校，但是这绿化也不错，而且呢，这个学校有点人情味儿。比咱之前那个，我感觉待着舒服点。要不你也过来算了。拜拜。啊，拜。第2名，太好吃了，一碗不够。完了，现在家里边俩吃货，我都快养不起了。我不过就吃了你一碗面，你还养不起我啊？
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我这样得好好工作，继续努力赚钱了呗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要见你。我现在在跟我女朋友在一块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这回公司续约，别人都签了，唯独没有通知我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不可能吧？你的专业水平那么好，怎么会不签你呢？你这样，我回头帮你问问吧。吴征，我现在真的好需要你，能过来一趟吗？你就过来一下吧。我只能说声抱歉了，我现在实在是不方便。再见。怎么啦？他新公司续约没签他，我回头帮他问问吧。这样啊？还是你要去陪陪他？感觉他情绪不太好。谁说的？我要陪他的话，那就太不对了。以后每天在天上飞，时间要么飞行，要么就陪你，哪有时间陪别人？那儿子呢？儿子嘛，给他一捏捏时间了。奸诈！哎，你当初要我去育才中学应聘，应该是存着私心要我帮你盯着小韩吧？一个高手啊，在下这步棋的时候，已经把后面4步5步棋都想好了。来吧，我的时间宝贵，咱们俩去干点有意义的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啦？哎，小韩，你微信看一下。我倒想看看这陆大志搞什么没看。对不起，小韩，我知道你特别恨我也知道一声道歉实在太轻了，可是我还是想跟你当面道个歉。你的成长基金被我挪用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妈。也想努力证明给你们看。现在说这些，估计你也不会再相信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哎，小韩，你干嘛去啊？小韩，小韩。上。你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还要找他？不是，他都做尽了坏事了，你还来找他干嘛？你就不应该来找他，更不能原谅他。干嘛？你在哪儿？你出来一下，我要跟你见一面。我有话想问你。你
不要听他胡诌两句你就心软了。他是坏人，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。他要想自首，满街都是派出所，早就去了。你要实在拿不定主意，问问家老婆。快天黑了，先回去吧。我相信你看过很多次上海的夜景，但这次我一定要再带你来这儿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高度，从这儿看上海的夜景，最接近我每次飞机下降时看到上海城市的样子。我这么多年，天南海北的各处飞，看到过无数特别美的景色。有的时候坐在驾驶舱里边，抬头仰望星空，往下看，就是延绵的城市灯火。有的时候前一刻还都是茫茫的雪山，在下一刻就变成电闪雷鸣的热带雨林。出入云端的样子太美了，每次我都想，要是能和你一块儿看的话，那就是完美。好啊，带我飞吧。有时候我想，身为机长这个职业，我能看到那么多美丽景色，实在太幸运了。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去生活，不好好去爱呢？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那就看你表现喽。哎，你这位机长还挺有文采的嘛。小时候语文老师很喜欢你吧？我不光是颜值高，文采也好。微博上20多万粉丝呢，每天就等着我更新微博呢。哎，你微博名是什么？我加关注一下。啊，就当是我自己的小秘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会找到的。不要让我看见你和女粉丝在那打情骂俏啊！什么是打情骂俏？不知道。哟，孩子是你啊？这么晚还没回家，忘带钥匙了吧？快坐。哎呦，你。我就想尝尝酒什么味儿了。你尝，这是烈性酒，那要喝的话也得一点一点抿着喝。你这好洋波就一杯，你爸要是知道你在我这儿喝酒，准跟我没完没了啊！赶紧吃点花生压压，吃点花生，快！他不会找您算账，我现在忙着呢。你这么晚过来，你没吃饭呢吧？我给你下碗面条去啊！哎。
嗯，怎么没吃啊？吃吧，凉了就味儿不好了。孩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嗯？今儿我养父来学校找我了，他曾经伤害过我妈，也伤害过我。他来见我没理他，但他毕竟对我好了10多年。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该不该告诉老吴。孩子，你这是纠结呀，你心里不好受，是不是？说明你还惦记着你这养父，抽空去看看他吧，啊，别不理人家。他做了坏事，他搞垮了我妈的公司，还拿走我妈留给我的钱。他做过对不起你妈的事儿，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如果要触犯了法律呢，法律啊会惩罚他的。至于对你嘛，你刚才也说了，他养育过你，毕竟对你好了10几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如果我去见他，还挺对不住老吴的。怎么？您说，是生育之恩大，还是养育之恩大？正像你自己说的，生育也是恩，养育也是恩。至于那个恩大，那个恩小，那只有当事人呀才能感觉出来，外人不好说。哎，老李啊，哎呦，你怎么又喝酒了？啊，都是晚上不好睡觉。哎，慢慢吃啊。我来，有说嘛话。啊，我不喝了，不喝了啊！哎，孩子，赶紧吃，吃完了赶紧回家，别让你爸惦记着。小韩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出来见一面吧。我快到碧水庄园了，你说个地方，要不我去找你。不用，你就在那儿等我就行。李胜都大字吗？对，李淑贤经济诈骗。这是你的逮捕令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带走。
谢谢你成全我，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去刺杀。带走。我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今儿得睡你这儿。行啊行啊，哎，我和我妈都特别欢迎你。哦对了，你去见他。见着见着，在警察手里见着。啊？他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，我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上，他还谢谢我。他被抓是罪有应得，你有啥可内疚的？你又没举报他。是啊，所以我才觉得很怪啊！我没举报他，他反而过来感激我。你说一个人对你这样，他还挺舒服的，他挺如释重负的跟你说谢谢，你觉得怪不怪？是不是特别诡异？啊对，你跟老吴说了没有？他今儿忙着呢，没空搭理我。再说了，你跟生父谈论养父的事，你以为是电视剧呢？哪有这么扯的剧情？说的有道理。不对，饿不饿？我给你拿点东西吃。小韩，小韩。喂，小安，12点了，你干嘛去了？还不回来？我在周家呢。这么晚跑他家干嘛去？我以为你早回来呢，花盆都没拿下来。我觉得是在周周家睡了啊。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我快睡着了，又被你吵醒了。行，那你明天上学别迟到啊，赶紧睡吧。萧寒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他没回家，去周周家睡了。麻烦你明天观察他一下。没问题。晚安。来了来了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早来找我啊？我不这么早来，到哪儿去找你啊？我们小声一点，叶子昨晚加班还在睡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把昨天做的藕盒给你带来了。你晚上下班回来以后啊，跟叶子2个人把它放在微波炉里转一下就可以吃了啊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您先帮我放进冰箱吧。哦，好。哎呀，我说啊，你爸爸昨天是一晚上都没睡着，他伤心着呢。是他先出口伤人的，伤什么心啊？你爸爸呢，昨天为了你，在厨房里头忙了大半天，做了那么多的藕盒，自己一块都没吃。可是你呢，哼，甩了门就跑掉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换一个位置的话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伤心啊？哎呀，你爸爸那样啊，他其实呢，也是担心你再上当受骗。如果要是你跟这个小吴再继续交往下去的话，难道你跟你爸爸就老死不相往来了？爸如果再这么武断，
我还真这么考虑。嗨，你这个孩子真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昨天呢，我也批评过你爸了。我们两个最后也商量了，最近啊，你尽快的带这个小吴到家里来吃顿饭，大家呢缓和一下气氛，两个大男人在一起，交流一下，多了解一下，他就不会那么敌意了。吴真很忙的，他是机长啊。那你就预先跟他把时间给约好了，尽快的到家里来，大家认识一下嘛。行吧，我会问他的。行了，你们俩的事儿，我也不管了，走了啊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哦，好。哟，哥，你是有情况啊？啊，你八卦雷达又开始扫描了是吧？这还用扫描？你这一看啊，就被人给绑定了。但肯定不是文丽姐。你又知道？这要是文丽姐，你能耗到现在？我就好奇，是哪位高人把我们吴哥给绑定？是肤白貌美啊，还是古灵精怪啊？两样都占，而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行了，别八卦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就是出来蒸会儿桑拿。哎，不是吧？我都还没成你家长呢，就把我归到老吴那排了。没有啊。那说说吧。今天上课看你整堂都心不在焉的，有什么事啊？陆大志给我打电话了，约我出来跟他见一面，我就跟他定了我们家以前的位置。等我过去一看，他已经被抓了。然后呢？没有什么然后。我原本觉得他如果进监狱的话，我应该挺高兴的，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个感觉，心里特别堵，憋屈。这很正常，说明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虽然嘴上说恨他，但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他是为了跟我取得联系，然后开他那个老号码。他说他原本想去自首的，现在倒好，被警察定位，抓进去之后，也不知道要判几年。你想怎么样呢？能不能问问叶子姐，她不是律师吗？有没有机会安排我跟她见一面？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吧？陆大志现在只是被关，还没有定罪，你不可能见他的。我就是有好多问题想问他，我也有好多话想跟他说。我妈的死可能也跟他有关系，这里面太多的谜团了。我就想当面跟他问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安排你跟叶子见一面，聊过之后再做打算。谢了。不谢。能不能别告诉老吴啊？
先生，您这，来，是有话好说，想吃点什么是吧？还想躲是吧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们就找不到你了？你欠的钱就不用还了。别做梦了。干嘛？想干嘛呀？你们这还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欺负人。哦，你是他爸是吧？是啊。行，女债父偿，他欠我们的钱你来还吧。欠多少啊？二位朋友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这是小本经营，受不住你们这么大的架势。看老爷子你也是个明理人，我也不想难为你女儿，可是他做的事儿，实在太让人着看了。半年前，他跟我老婆借了8万块，说是做微商卖减肥药，说好了3个月就还。到了还款期限，人消失了，手机号也没了，直接来了个人间蒸发。有这事儿？啊，不是，有这，但是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。我钱是借的，但我没有想说不还呢。我那钱我也没打水漂。哎，就这好多药我都买药了，只要我这药卖出去，我钱马上还给你们。你说骗谁呢？不是，那你也不能坑朋友吧？你拿那钱是我们给孩子存的，说是借来用用，借也就借了，你还拉着我老婆卖这个商务产品，搞得我们家一屋子都是这个银粉和这个减肥粉，我老婆一个大肚子啊，成天看他发朋友圈，说这个药又是健康，又是多绿色，又无公害，说什么孕妇也能吃，还看你发图片，这不是开奔驰就是拎爱马仕的，我以为能挣多少奶粉钱呢，谁知道你们那个经销商早就跑了，害得我老婆动了胎气，现在躺在医院，保胎呢。没事吧？你说什么？跑了？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前2天还跟他联系呢。那跑了我怎么办呢？行了，别说了，你上楼上把那存折找出来。没，怎么没钱了？那都拿什么还？哪有啊？也许够8万，不够拿现金凑。之前你弄这店是多半都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后来上个月他那个信用卡银行都还了，现在剩什么了？就剩咱的棺材本了。没了钱可以再挣，我要是没脸，我还在这儿有什么脸开这店呢？拿钱去。哎，对不住了，老爷子，讲究。来，快走啊，赶紧走啊！来，二位，对不起了，喝点这饮料。哎呀，算了，都不容易。喝呢，我们平时都不大舍得喝，快喝了吧，给个面子，走啊，来，走。稍等一下，妈，那个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俩再跟那大哥好好商量商量。我跟你说，再给我一段时间。虽然经销商跑了，但是我跟你说，那东西是好东西，我自己吃过，我知道。我大不了我明天挨家挨户上门销售，我肯定把它能卖出去还给他们。你都什么时候，你还异想天开呀你？走。我觉得你问我爸挣点钱不容易，我舍不得。好，没事，乖。你把这次的屁股擦了去。我跟你说，你爸呢身体又不好，你要让他多活2天的话，就别再折腾，就千万别再折腾去了，打住，啊，走吧，走啊，走。爷爷，您别难过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孩子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你爸爸有你，比我有福气。您喝口水吧。您慢点。经理，小飞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
机舱内部的续约合同签的差不多了，还有没有空缺的位置啊？小飞啊，公司不和你续的原因，想必你自己也清楚吧？我承认，客舱内部的冰箱不能随便私自运自己的物品，违反规定。可我这次真的是帮朋友一个忙。你也知道，癌症的药很麻烦，不好运的。我这不是为了赚钱。你不是医生，飞机也不是急诊室，你带的药，在国内的许可证没有吧？你这件事情如果深究起来，已经违法了。公司只是不和你续约，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。再说，你平时的工作全凭心情，客服部收到投诉就属你的量最多。经理，我平常也只是嘴上抱怨抱怨，该做的活我一次也没落下，我也没有怠慢过客人啊。空乘是对外窗口，是我们公司的形象，你的表现真的不适合再继续留任了。这已经是人事部做的决定，要不你再去地勤部门问问。地勤部我也问过了，他们也不确认。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世界这么大，你也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？再说，你也这么年轻漂亮，嫁人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嘛。我现在刚落地，你在哪儿啊？咱们见个面儿呗。一会儿你就看到我啦。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正好落地啊？我下载一个飞行 app， 随时可以查你岗，好吗？行啊，吴哥，嫂子确实和你说的一样，貌美如花呀。我给介绍一下，这位叫林小欧，是我的女朋友。哎，嫂子好，嫂子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他们啊是我的这个同事，然后，这几位也同样貌美如花的是我的女同事。这3位里边，你猜猜哪位是女同事？啊，明白了。介绍上给我们撒狗粮吗？这么急着见我，跑到机场来了，你不会又旷工了吧？我还真想呢，可也总得在你老师面前替你留点面子吧。下午有个研讨会，正好就在附近，提早结束了，我就顺道过来了。哎，对，我妈要你去家里吃饭。我说这位女士，你是多喜欢我呀，这么急着带我去见家长。我就是喜欢你啊，虽然被你拒绝了好多次，可我还是乘胜追击拿下了你。现在这叫做乘胜追击，扩大战略，不行吗？这话应该我说，不应该是女孩说，尤其是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我应该刚才把那话讲给你听才对。而且最开始是我的错，我执迷不悟，差点错过了你，差点错过了咱们俩这段美好的姻缘。其实不管谁追谁，我都希望咱们的感情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。嗯，听你的，明天我就飞2趟，忙完你就下午吧，我就跟你去你家。那你别有思想负担啊！我爸那人只是表面不苟言笑，其实混熟了，他挺好讲话。你放心吧，我没别的本事，哄老人开心我最拿手了。哎，对对，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爸那人啊，特别喜欢听到人家称赞他厨艺好，所以到时候呢，你就记得多称赞他几句。你多着急想让我过关娶你啊？连老爷子的喜好都提前告诉我了。我是怕他吃了你啊，好心没好。这是什么？口罩啊，这几天雾霾大，拿去随时都能用。哇，谢谢，好高档啊！是啊，还澳洲。不用给我了。
哥还挺细心的哈，告诉咱们怎么用。那个小欧啊，你现在有男朋友了，也不用这么在意吧？这样我很别扭，我才不要那月星给我的东西呢。你就当这是我给的，不是我哥给的。不行，我替我现男友介意。知道你谈恋爱了，过几天我再给你买一个，好不？谢谢。吃饭。哟，这么多菜啊！过年都没见那么丰富啊，这也太正式了吧？啊！我也不知道小吴喜欢吃什么，反正就烧了这么多的菜。哎，我听小欧说啊，这飞行员的饮食呢是非常严格的，特别是飞行的前一天晚上不能吃贝类的海鲜什么的，这样啊要影响肠胃的。入乡随俗，他来我们家嘛，别弄得好像我们小欧除了他也嫁不出去似的。哎，你这个加班狂人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啊，我回来把关，怕我们孩子受骗上当。你呀，关心女儿就一定要这样嘴巴硬心肠软吗？咱们小欧以后啊，还是跟人家一起过日子的。我们啊，对未来的女婿要客气一点，这样啊，他就会对我们小欧好。他要是对小欧不好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那天呢到小欧那儿去了，看到他们两个在发微信。你别说，这个小吴呢还真的挺贴心的，早请示晚汇报的，一看啊就是很重视我们小欧。他能不重视吗？你想想啊，他一个机长，整天脚不着地在天上飞着，多不安全呐！这个你就外行了吧？据科学数据显示，现在啊，每年的1.25亿的飞机乘客，只有1人是在空难中丧生的，比火车旅行安全3倍，而汽车的事故危险度是飞行事故的12倍，所以呢，飞行才是最安全的。哟，你还关注这些啊？看来事先没少做功课呀！有关我们小欧的幸福的问题，我当然是要关心喽。这你写的吧？这你写的吧？还不招？庞越、王世军哪写得出这样的英文作业啊？你看出来了？我教你几年了，我会认不出你的笔记？我觉得我跟我以前写不一样，我还故意写错几个呢。行啊，小老师，眼够毒呢。老实交代，我听说你现在是有偿帮同学写作业，1份10元，你这标价会不会太低了？怎么低呢？我这是试写2份，开业酬宾都得给人打5折。你看我是不是很有经商头脑？宇宙第一聪明。你的聪明才智全用在了这些邪魔歪道上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挣钱呢？是不是为了给陆大志挣律师费？算是吧。好，看来2份不够挣的，把这些都写完，没写完不准回家啊！不是你太狠了吧？我以为你跟我爸谈上恋爱之后，我就能沾点光了，这可好。我爸在家盯着我，你在学校盯着我，不是24小时全给我盯上。我跟进了监狱有什么区别呀？没差别啊。那，你爸刚下飞机，我们待会就碰面了，你好好表现，别让我打小报告啊。不是，你这套路太深了。哎，你们俩天天见面，你们也不觉得烦啊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他要来我家见家长。
请家长？我是要有个弟啊，还是要有个妹？还早呢，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好好用功，别心存侥幸啊。哥，有情况啊！这收拾挺利索，怎么晚上要去酒会啊？没，什么酒会？我最烦应酬。哦，那是要去开家长会？说对一半，是我女朋友的家长要给我开个会。行啊，老大，你这不动则已，一动直接跨过实习期要转正的节奏了。羡慕是吧？羡慕啊，自己赶紧抓紧。哎，我记得上次那古灵精怪那个，怎么样？跟人表白了吗？吹了，人家说我工作忙，没时间陪他。说我们这工作啊，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还不如开出租车的。出租车随叫随到，还可以搭个顺风车，是吧？哎，我忙起来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其实还说白了就是你俩这感情不到位。这感情到位的话，这两个人其实就像两块磁铁似的，你甭管中间有什么阻力，隔着多远，他俩还会就是更叽弄死就到一块儿了。嗨，感情这事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我喝完这杯茶，我先撤了啊。你这可春风得意了，文丽姐可惨了，她昨天啊，申请地勤被拒了。要是知道你这事儿，又插了一刀子，她肯定没法活了。我就随便说说，你呀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不往心里去。行，我走了，你把这杯子一会儿帮我收拾了啊。哎，好，哥。哇，人模人样呢。是不是年轻了10岁？咱俩在一块儿像不像姐弟恋？什么姐弟恋啊？你干脆跟我办师生恋好了，还可以跟萧寒借校服。那我明天去你们班报道去了啊。我才不要呢！吴局长，你还是好好开你的飞机吧，我教不了你这么大块头的留级生。谢谢。哎呦，这么大酒味儿，睡着了？小飞，小飞，哎，小飞，哎呀妈呀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小飞，小飞。哎，文姨，吴征啊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小飞一个人在家喝闷酒，那现在喝得不省人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往他脸上喷点水试试呢。啊，好，你等着啊。哎呦，小飞，哎呦，不行啊，怎么办呀？应该是酒精中毒吧。文姨，这样，你赶紧打120。120，哎呀，120我不会叫呀，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你赶快回来看看吧，可别出人命了。行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飞文那边出点事儿，文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我现在得马上过去一趟。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？你去吧。救人要紧，别计较那么多了。那你爸妈那边怎么办？我会跟他们解释的。不过你去医院看完情况之后，若是能过来就过来吧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去见你父母就碰到这样的事。没关系。哎，前面好打车，你就在巷口那边放我下。行。
回来了。那人呢？怎么就一个人呢？他同事出了点事，他去帮忙处理一下。我们在这这样等他，他居然放我们鸽子。是什么急事啊？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？哎，不管男女，都是人命关天的事，你们有点同情心嘛。他处理完了，自然会过来的。我最不喜欢不守时的人，他这样怎么开好飞机？哇，好多菜啊！爸妈，那我就先带吴真，谢谢你们啊。等这个手术完以后，按照这个给他准备药就可以了啊。你们多注意观察，等输液差不多了，可以来叫我。哎，回去以后呢，多喝水，饮食以清淡为主，可不能再喝酒了。知道了，这样的话要小心胃穿孔啊。麻烦你了啊。你说说这孩子啊，干嘛要喝那么多酒呢？真认死理儿。你也是，小费多好一姑娘。不是他也不全是因为我，他自己工作也挺不顺的。这孩子啊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太有性格了。你说话容易得罪人啊，是不是？估计啊，这肯定在单位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不讨人喜欢吧。我们这个做服务行业的哈，就不能太有个性。我也是不断碰壁之后才明白这道理。行了，你也累了，回家休息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好，好，文姨，那我就先过去了啊。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。好，行，慢点啊。小欧啊，要不然给小吴打个电话吧，问问看他情况怎么样。说好了，他办完就过来，别催他吧。还是催一下吧，都饿着肚子呢。那先吃吧，别饿着了。我们先吃吧，不等了。啊。你说你傻不傻呀？不就是丢了工作吗？你至于把自己喝成这样？不是没了工作这么简单。我学了客舱服务这么多年，我只会这个。现在公司不跟我续约了，还有哪家公司会要我？公司为什么不要你了？哎呀，那是不是帮我带药有关系呀？您这买什么药了？不是，哎呦，我让小费呢，帮我在那个香港带点那个治疗癌症的特效药，是不是不符合规定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治癌症那个特效药，靶向药只能低温携带，我就用一下客舱的冰箱，谁知道会这样？谁吃靶向药？谁身体出问题了？是你汪叔，那本来身体都好多了，能下地了，那谁知道我到医院给他做那个全面身体检查，又查出了非小细胞癌。这么大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哎呦，我那么多老麻烦你，我不是不好意思吗？你说你在这边打工，谁照顾汪叔啊？家里的小姑子帮着照顾呢，我心想呢，我可以腾出手，在城里干点零活，挣点那个医药费。谁知道因为这事儿，哎呀，把小费给，哎呀，实在对不起啊！别这么说，文姨，是我自己愿意帮你的，毕竟人命关天的事儿。你爸妈没生气吧？没有。你能过来吗？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正要吃水果呢。我这儿全结束大概还得40分钟吧，你看怎么办，小欧？要不今天就算了吧，我跟我爸妈说一下，
你别来回奔波了。我一会儿把他送去之后，我还是争取去一趟吧。这第一次登门，不能不守信用，对吧？啊，这样啊。回家呢，我刚给你熬点清淡的粥和汤让你喝，养养胃啊。你不用麻烦了，我想跟吴征谈谈。哎，我明白。哎，慢一点啊，到屋休息吧。薇娅啊，那个，要不你在这儿照顾一下文丽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呦，我今天晚上真照顾不了她。我们家小姑子来电话了，我得连夜赶回去看看你汪叔。没关系，你们都去忙吧，我不需要人照顾。哎呦，那哪行啊，你一个人。行，文姨，那这样，那您忙去吧，我在这照顾她。那行，你好好照顾她啊。那我走了，好好休息啊。你去躺会儿吧。行，你早点睡吧。你有什么急事吗？你要走啊？啊，不走，我在外面待着。你要是不舒服，有什么事叫我啊。对不起啊，今天过不去了，算特殊情况吧。明天再给你解释。怎么样啊？小吴他今天来不来了？都几点了？来了，我们也不接待了。他要我跟你们说声对不起，事情还没处理完，他今天实在赶不过来了。哦，行啊，天也不早了，今天你就别回去了，住在家里吧。早知道这样就不等了。哎，爸，其实吴征他很重视今天的会面的。他从小没有爸爸，跟妈妈相依为命。他很羡慕我们的家庭关系，他也是真心想要把你们当成他的父母对待的。你是说，小吴是在一个单亲家庭生长的孩子啊？从他有记忆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所以当萧寒来投奔他的时候，他才会茫然失措。虽然人近中年，但他内心就像个老男孩，渴望有人能爱他。所以可以说，他是一边成长，一边学着如何做父亲的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对他啊。赵夏还差点啊。我觉得挺好听的呀。林雄，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和我们家小菲菲约会呢呀。报上你的坐标，我马上去找你。大姐啊，我约会呢。我现在的事情比你的约会重要100倍。别废话了，我等你地址。
嘛？他又过来。打回去别让来啊！不是，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，让我马上把那个位置发给他。找你。找谁？找你。你们真是姐妹情深啊，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留吗？我找你。能给我讲讲老吴和费雯丽的过往吗？怎么突然间对他们感情深？本来今晚老吴要去我家见家长。你们俩这么快呀？他和我哥谈恋爱2年，我哥才见他爸妈，和老吴不到1个月就……别打岔，那个继续说。结果等了一整晚他也没来，据说是费雯丽喝多了想不开，他去照顾他了。难为我还在我爸妈面前为他讲了这么多好话。刘明阳，将来啊，我要见你爸妈的时候，你也多说点好话。费雯丽和老吴怎么回事？他们是不是旧情复燃呢？什么旧情啊？他们俩根本就没好过，哪来的旧情？那费雯丽怎么就寻死觅活的找老吴？怎么不去见他爸妈，去照顾费雯丽啊？这事儿我最了解，从头到尾都是费雯丽一直对老吴有情啊，老吴对她根本就不感兴趣。你是老吴啊，还是你是老吴肚子里蛔虫啊？你怎么知道老吴这么想？吴征空窗那么长时间，他孤男寡女的飞到国外去，晚上喝一杯，发生什么了？你说能发生什么呀？你别添油加醋行不行？你别把什么东西都往我们身上啊！我和老吴是这种，我们要不喜欢谁，绝对就不喜欢谁。你们就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还不喜欢谁就不喜欢。你之前是不是追小欧来的？对不起啊，小欧，你现在怎么又喜欢我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那不是你当时给我发律师函，你就是猛烈的追求我。你们别吵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么久了，吴征从来都没有跟我清楚地解释过他和费雯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费雯丽3番2次的总是出现在我和吴征的生活当中。其实这件事我不该来找你的，我该找的是他本人。小。喂，喂，吴征呢？他睡着了。麻烦你叫醒他。我看他睡得挺沉的，应该这2天挺累的，还是别叫他了吧，免得影响明天工作了。现在影响他睡眠的好像不是我，麻烦把位置共享发给我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当机长的家属，没有看上去那么好，很多苦水要自己去藏。你有认真想过这些吗？你做好准备了吗？这就甘苦自知了。也许你觉得苦，我不这么觉得。我和吴征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谢谢。
醒了。你怎么没叫我？好意思说呀？你不是来照顾我的吗？现在换我照顾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先睡着了，这段时间太累了。你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我给你做了粥，喝完再睡一会儿吧。你看你挺累的，明天还有任务吗？不了，晚一点还要飞澳洲呢。看你好多了，我就踏实了。有什么事儿呢，要学会自己化解。我怎么化解？我现在要工作没工作，要爱情没爱情。其实每个人经历这些以后都会变成财富的。我知道你这次丢了工作，全是因为我。我帮你去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航空公司适合你位置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？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找我，有什么想说的话、想吐的苦水，都可以来跟我聊，啊，我们是朋友。文一这次的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就把这责任交给我，你就不要再管了。你再做太多的话，我有负担。真的，文丽，去找一个理解你、欣赏你的男人吧。